哎，朋友们，大家好，不要这么嬉皮笑脸啊，要严肃一点，因为今天我们要和年饼真诚的道歉 ，sorry， 年饼，我们错了。为什么要和年饼道歉呢？今天就把年饼的故事分成3个部分来和大家说一下，基于我们所犯的错误。第一，为什么我们本来就迷信大品牌？第二，住家的年饼为什么好吃？第三，深入背后，想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大马的信任与不信任分别是什么。今天还会有一个新朋友哦，这是一个新式的年饼我会慢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OK， 那如果你是一个新朋友的话，我们频道的使命是给他人异乡生活的勇气，追求我们自己中年人的幸福生活。好，那么讲回年饼我们在年饼上确实犯了错误。第一趴就为什么迷信大牌子，这呢要从我们有一次去叮当这个连锁去买年饼说起。王太，你是怎么选的？后来怎么就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呀？对，这个是要真诚的跟这个大马年饼道歉就是我们真的是采用了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所谓的要看品牌，要看成分表，然后总之是要相信有牌子的，然后最后就是发现自己完全就是一个上海话叫洋盘的门外汉在挑年饼。那一次我们在挑年饼的时候呢，就视频里王太说来看一下这个配料，然后我还在旁边呢起哄我说对，我们家没有品牌的不吃。最近还有朋友悻悻然的说，王太不是说没有这个标签的都不吃吗？早就啪啪打脸了。他只是跟我们开玩笑，我们也不介意那么王太当时呢，一个呢是要看一下是什么成分做的，再有呢，因为我们健身嘛，希望了解一下它的这个热量是多少这些基本的信息，这还好。但我们错其实是错在了有点大家看起来过于迷信这个标签了，不能因为没有标签就不买它，这一点就错了。对不对？对。你当时就是说希望得到的是一些什么信息呢？对我来讲，我其实最看重的就是它里面用的油脂到底是哪种油脂。因为对我来讲，作为一个做烘焙已经20几年的人来说的话，我明白用牛油就是 butter 做出来的饼一定是很香的，动物性油脂带来的芳香不是我们的氢化植物油，也就是所谓的麦淇淋，它是能够相提并论的。所以我看 ingredients 就是为了看了解这个用的是 butter。但是很多观众给到我们的信息，也就是反正我们也知道有些人会乱标啦，他们干脆就不看，真的是乱标。这个是我的自己的亲身体会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我觉得高档的这样一个The Food Merchant 里面，曾经我就看到过中文华文写的是牛油曲奇饼，但是在 ingredients 里面它就是氢化植物油，所以那个对我印象太深刻了，我就这次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缘木求鱼的方法来看一遍。对的，那 OK， 那么我们回顾自己的问题，我们因为在中国的时候呢，其实情况更加糟糕一点。大马呢是因为有住家的，他们做的是好的，这我们在第2趴会来讲。因为在中国我们从小被教育的就是不要买3无产品因为你也不知道别人做出来的会有什么问题。你看很多人经常会 tease 我们但是我们也接受你像什么油的问题啦，蔬菜的问题啦，肉的问题啦，各种各样的添加啦，导致你们这个东西都不是很好，那么我们当然就只能去迷信说 OK， 这个是有什么品牌保证的，变成了唯一可以选的一个渠道和方式了。是，大家总是会说嘛，想到中国食品产业就是想到所谓的科技与狠活。那在我们的这个有限的认知范围之内，有品牌的，然后有食物成分表、热量表的，可能是可以避开这些科技与狠活的这样一个唯一的渠道。当然后面也拍拍打脸去年的中国的这个315消费者权益那个晚会上面曝光的很多的都是大品牌对所以说有标签，它的管理也很好，不代表什么，因为它会有一些系统性的问题，但也不能阻止它不用心，也不能阻止它添加科技狠活。这个我觉得大家讲的是对的。OK， 那么我们就来回答第2个问题，为什么住家的这些反而就比较好，大家又比较信赖呢？你怎么看呢？
住家的东西给大家展示一下。对，我们正好身边是有几个，对，一个一个来吧。第一个就刚才我一直拿出来的，其实我们这里有3罐，我大家看一下，我们看故事就知道了。来，第一罐，你看黄梨塔吧，不用说，这里贴着一个发的标签，是自己贴的哦。它的这个瓶盖上，我们详细来看，也是有个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个贴纸。这个黄梨塔来，我拿给大家看一下，王太你可以跟大家介绍啊。对，大家看一下表面上面，它首先是形状，不是那种大工业化产品下面的这个方方的那个圆形的圆润的，你会看到它是稍微有点不规则。它的正面上面是有画出的类似于像菠萝包上面的这种花纹，自己刻的。对，这是我们大厨妈妈她自己亲手做的，花了3天的时间，自己做的哦。熬黄梨馅开始，炸黄梨馅。搅黄梨馅，对，然后黄梨这个浆，然后最后是做饼皮。然后你知道吗？这个很神奇的是，我们在他们家里面吃的时候，当时就问说：“哎，怎么这么好吃？这么好吃啊？对啊，海香很浓，而且就是你吃得出这个黄梨馅里面的纤维感，你知道吗？对，而且它你看，还有果肉的黄梨的味道感，我隔着这么远，我就可以闻到。对，而且呢，更神奇的就是我们的。大年初一在他们家吃到这个之后，然后现在我们又在吃，它更柔软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让它去油化，就是用油脂再浸润到它的饼皮的，就更加好吃。就是好吃，住家的东西真的就是好吃，多么用心啊！我想大家会体会。大厨的妈妈3天3夜，而且大家可以看哦，我们这个大厨妈妈她是把这个刻意烤的烤色比较深，它那个底部就是特别的酥脆，喜欢吃的人大家都会知道，稍微带一点焦化、糖化的这样一个烘焙程度是最芳香的。是的。然后还有一个也是哦，真的也是我们吃到的住家做的年饼，也是我们大厨妈妈做的蜂蜜窝。我以前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我们的观众群里面很多人和我们的很多观众最爱的之一会把这个蜂蜜窝排在最爱吃的年饼第1名。对，我不理解，因为我买了一罐工业化的，我觉得不好吃。不好吃。这个它有什么味道？打开就是一股椰叶香，它怎么来的这个味道呢？因为正宗的这个蜂蜜窝啊，它用的不是牛奶，而是应该用椰浆。那我们大厨妈妈她是在巴萨里面挑选了老椰子，然后请摊主帮忙当场炸出来的那个椰浆。你看这也比较厚啊，颜色也是比较深的。对，大厨妈妈也是炸的颜色非常的深嘛，就很香。而且你看芝麻上面它是用了2种黑白芝麻，对啊，一点都不节省啊。而且芝麻用量很大，跟我们上次买的那罐机制的完全不好比。是。还有我们大家听完我们这3罐年饼的故事，就会知道好在什么。你看这上面好像是感觉肮脏，对不对？其实都是。哎呀，我这个开箱的节目已经做了，大家会看到是我们的一位观众啊送给我们的太太，谢谢你。你看只剩1/3了这几天，因为太好吃了啊！这上面就是他用的花生酱都裹在瓶上了，人家观众啊也讲了，只有自家做的才会这么舍得，对，才会下这么大的料。同样的，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么厚的一片，再看烤色也是非常的深，然后是这种很漂亮的焦糖色。对啊。这个就是真的是滋味就到那里了，而且这个 Love Letter 它的这个饼皮是挺厚的，挺脆的，好厚的一封 Love Letter， 你这上面裹满了花生的颗粒啊！这花生酱用的有这么多，大家都知道这些好料都是不便宜的，不好找的，不好做的，很费心。你看，哎呀，这3罐都这个讲完，我想大家就应该明白了，因为年饼不单单是年饼啊，用日式的说起来就是限定。人限定，季节限定啊，产地也限定。很多人都讲我们是哪个安个哪里做的很好，我提前打电话给他求他，还提前2个月才能够做到。对，那这个人情满满，而且功夫满满，所以你看小孩都会懂得珍惜。我们刚到大厨家的时候，威尔森说我已经吃了4粒了，特别好吃。我们说这个auntie 做了3天那他就很节省。然后走的时候，他们又送了我们1罐。威尔森都很在意啊，这个拿到的时候我们都心情沉重啊，那么好的东西拿到这么1罐，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只是红罐子，可是用心。我的感受就是我只想占为己有，一点都不想分给威尔森。他每天上学也只舍得吃2粒，大家就很珍惜这样的用心和用情，就是它好吃到是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都是想要就是没有母爱的本能，想要占为己有。所以住家的好在什么地方？就是
除了各自有各自的工艺，有这么多的话，是它年味背后的人味，是很用心做出来这个东西的用情。一方面是大的品牌的东西还不尽如人意，另外一方面大家想看，好东西是不是一定是没有品牌，一定是自己选到最好的，不符合标准化，但是给到你最好的用料才有可能有这样的东西。那我们在中国因为选不到，这结果就只能是迷信。但是这里就有这样的东西，我们也慢慢理解为什么大家一讲到年饼这么兴奋，感觉就是很普通啊，一个罐子。我刚到大马其实是不理解的。哇，这个现在可以理解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做的年饼啊，它其实里面是腰豆啊。最后跟大家再来讲，不要占用大家的时间。那么第三个部分，我们就要思考一下发生了这些事情，那么对大马的这个信任和不信任是怎么回事？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其实大马人对有些是不信任的，有些是相当的信任啊。我觉得这也是大马社会让我非常感动的地方。第一个是在于说他很多的人他会表现出一种 cynical 对于一些组织或者政府还是国际组织公认的是普世价值的一些 cynical 的这样一个认知，但是对于个体的这样一个在马来西亚生活的这些个人从业者，住家的这个制作的这些阿嬷啦，或者说是 auntie 啦，会有一种好像是无条件的，完全是那种 cynical 的另一面，就是无条件的说我信任你，并且他们的理由很有意思。我采访过一些我们的观众，他们说就是都是熟人嘛，熟人知底的住家，做了很多年的。都是以后要碰到的人，他怎么可能做得不好呢？对呀，不好要砸他牌子。是啊，大家都好像默认说把个人信用看得很重，所以推己及人说，住家做出来的这些手工艺人，他们一定也是很珍惜自己的这样一个信誉的，这就是双向奔赴嘛。对，因为另外一方这些老板也值得被信任。你看我们采访过很多老板，大家去看那些，我们都问过问题，为什么不在标准化、工业化多做一点？有没有可能用不好的？他们都说不会的，那样也要砸掉他的牌子的，他保持他的风味和良心是第一位的，这个形成大马底层的共识，我觉得这就非常好。你对底层采取信任，另外一方面，你看大家对那些有名号的这些政府组织对一些国际间的组织是采取不信任、怀疑的态度的，像联合国我以前捐款，大家都说。当心啊，这种机构你要当心。我觉得这个跟在中国人接受到的这个信息完全就是相反的。对，哇，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要信权威。对，好可惜。因为你那个信权威之后，就是你会发现说，其实大马社会的这个良性互动还体现在，因为我相信你是珍惜自己的信用的，所以我会支持你的生意。你会发现年饼经济它也许是所占份额很小的，在他们国民经济很小的一个份额，但是可能对于这些住家的手工艺人来说的话，这也是一笔收入嘛。所以大家通过购买住家的年饼，也是会去扶植这些人，想让他们有一份额外的收入。没错，我其实仔细来想，那些标签其实它是有成本的，因为你要办那么大的厂，打那么多的广告，这么正规的品控把它上架以后，我才能够信任它，对吧？就像一个路口有红绿灯的，你就得等着，你要看这个红绿灯。但路口如果连红绿灯都没有，这辆车过来我会让那一辆车，那我这成本不就省下来了吗？大马就是这样子，不需要这个，我只要觉得这个 auntie 做得好，他几十年做下来了，时间的力量，我相信他，我相信这个熟人，那这个社会是充满了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关怀的。对，更有意思的是，我听我们一些观众，包括其实我们的那个大厨妈妈也是其实他们也不一定是要靠这个东西来 earn a living， 他不是，他有的时候是盛情难却，或者说他们也是觉得说，就是过年了嘛，我总还是得做一点，那我可能稍微多做一点，我送人也方便。他们就是完全是很佛系的态度，然后又想到说这个东西我自己也要吃的。他们这个用心用料就是非常的诚意十足，真的是这个真的是。如果不是你自己家里吃，你会放入自己口里吃的，你的其实做出来的这个动作会变形的。就我跟杨哥的节目也讲，就是这些本来我们习以为常的觉得没什么的东西，到第3年我们觉得这很重要，这是大马的精神，就是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你能够看得出来，对吧？讲到这个不得不就要硬广一下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因为是我们自己做的，这又不算带货，我们正在创业呢，我们想讲给大家看一下，也正常对呀，这是我们的
新的产品，一样是欧卡欧卡健康好味好料方便的理念，用我们也有相同的设备，但是我们做出了这种是腰豆，你看也可以作为一种新年饼吧。这样烤的腰豆有什么不一样呢？洪泰，是中生烘，是你和我们的大厨一起研发的，来告诉我们一下中生烘的什么？中生烘的腰豆，我们已经有吃腰豆的习惯，已经很久了，时间了。那以前一直在家里面烘，那经过几百次的烘焙，我发现要把这个腰豆的颜色烘到这种比较深的颜色啊，感觉就是像那个晒过日光浴一样的，才会凸显这个腰果本身的非常芳香的气息，还有带来这个入口之后咀嚼之后带来这种 creamy 的口感。是这么大一袋啊！因为我呢，这个事情我是去超市做了调研了，我们买了大概有10种市场上可见的各种各样的腰豆。李总说没有我烤的好。对的，最常见的就2种啊，朋友们，一种呢是 salted， 那 salted 呢有点咸，而且呢，它的口感是以咸的盐的味道为主，你很难品出它的香。第二种，很香，那么就是各种各样 season 的是吧？对，各种各样的方法，它就是为了降低它的成本，因为盐的价格和植物油的价格，还有调料的价格都比这个腰豆要便宜嘛，所以它就添加各种各样的风味，让你其实。但是那种的什么特点，大家会看到啊，就是各种各样比较重的口味，它的表面呢通常是炸过或者是膨化过的，那这个我想很多人已经不会选了。第3种 raw 的也有的，但是你直接吃 raw 的呢，很粉的，很难吃的，没有什么味。我们能不能做出像我们这样？我觉得市场上是绝无仅有的，它没有盐，没有炸过，没有膨化过，但是它有一样东西，就是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把它做到了中生烘，大力均匀的香的口感。这个我看市场上是没有了，在大马是没有，希望能够呈现给大家，作为一种新的年饼，也是我们这个新创业的一个新的产品吧。其实就是一句话，还原腰豆本身的原味。对的，这就是欧卡欧卡 OK 呀，这样的感觉啦。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年饼道了一个歉啊，下一次我还有个感触，我要和红包道一个歉，怎么回事呢？下一次请听我们细细道来。好啦，朋友们，拜拜，拜拜。